欢迎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俄罗斯总统普丁呢，最近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他特别在这场通话当中指控乌克兰，说乌克兰出动了91架无人机袭击普丁在诺夫哥罗德的官邸，此事真的是非同小可哈。所以因此呢，这个川普在第一时间曾经表示，听到的时候很愤怒啊，并且直言说我不喜欢这样，因为这样的话会打破了俄乌现在是要往和谈的方向啊这样的一个进度。可这个案情呢，现在出现最新的逆转啊。先是 CIA 的局长叫雷特克夫，他向川普简报说 CIA 的研判呢，这个乌克兰并没有攻击普丁的官邸。接下来就看到了川普在跨年当天，他发文特别转发这个《纽约邮报》的社论啊。这社论是这样写的，标题是说普丁拿遇袭说事，暴露俄罗斯才是和平的绊脚石。所以现在普丁官邸遇袭的事件呢，有人也认为是假旗行动，但不管如何，目前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呢，不管是俄罗斯也好，是乌克兰也好，甚至包括会不会是美方也好，就是有一方是不希望这个俄乌的和谈顺利达成。好，所以整场事件呢，现在陷到了一个罗生门，各说各话。那如果从动机跟目的来研判的话，黄老师你怎么看哈？这个现在一定是有人是不希望俄乌的和谈是顺利的嘛？这个和谈不顺利啊，那可能是对于俄乌战事中间有利的一方啊，因为不然有利的一方可能觉得自己还可以拿到更多，可以有更好的条件。各位观众朋友，再过50天呢，俄乌战争就打了4年了，目前看不出有可以很快可以解决的方案，因为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一再的坚持不可以割让领土，目前看起来至少在嘴巴上面没有妥协的余地。那么俄罗斯呢，它在军事上，在乌克兰境内，它是攻势比较明确啊，然后比较占上风的。是，那占上风的要不要现在接受和谈？那就是和谈后的条件是什么？当然，它的主导权会比乌克兰要稍微多一点。第三个就是用91架无人机去打它的官邸，去搞斩首行动。那么除了对这个，如果是真的话，那当然就没有和谈的几率就更低了。那么是不是普京自导自演的一个假旗行动？就所有的逻辑正常理性的来讲，乌克兰没有发动或者用91架无人机去攻击这个普京的必要性。那么因为打完了以后，如果真的成功，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也未必能够改善俄乌战争的整个局面。对，所以我们如果用消序法来看的话，就是美、乌、俄3个国家哈。特别您刚刚点到，如果从一个和谈如果不顺，对哪一方最有利的这个角度来看，对，因为对不对？其实川普确实在俄乌战争上面花的精神是比其他的国际事务要多，他希望赶快促成。对，那么而且他的这个谈判首席代表外加他的女婿，有没有等于是风尘仆仆到处去做？所以也看不出来美国在从中破坏导演的这件事情。所以正常逻辑来看的话，那个假旗行动或者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几率比较高，想要去创造一个更僵持的一个环境啊，包括国内对普京的支持，包括这个普京拒绝和平谈判的更多的理由。对，而且其实普丁在之前的外电报道也说，他已经对泽伦斯基下达了追杀令哈，就算将来和谈成了，他也说我追杀到天涯海角。那泽伦斯基听了，你如果是泽伦斯基的话，你一定想说，哇，我躲到哪里可能都会被俄罗斯的这个特务人员给干掉哈。好，那拉回到俄乌的战场上，现在的战场态势确实也是俄方非常的有利哈。乌克兰的官员在1月2号就指出呢，由于俄罗斯军队持续的推进，所以乌克兰呢已经下令将扎波罗热还有第聂伯罗前线地区总共有3000名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来撤离这个地方。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就分析，认为俄军在2025年全力夺取顿内茨克州剩下来的部分，以及呢在苏梅州、哈尔科夫州北部建立的缓冲区，作为
首要的任务。可是到2025结束前呢，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实现这些目标。所以那当然，接下来会不会就是2026继续的往这个战略目标来推进？整个2026的战场上的趋势，刚刚黄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再过50天左右，这个2月26啊，就是要满4周年了哈。这个仗打得太久了，明佑怎么看？从2月26号就是4年前了哈，这个开打的时候，其实俄军的做法到现在其实一直都一样啊。其实他们就是南线跟北线，也就是说所谓的以这个以顿涅茨克苏美这个地方算北部嘛，还有哈尔科夫这第3大城为目标的北部战线，跟南部战线就是扎波罗热第聂伯罗这一个地带。那现在其实因为整个战场非常的广袤，而且双方的坦白讲，就是以这个所谓的损失的人数来看，其实是非常惊人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消息都在讲说，不管是乌俄双方都在采取新的征兵的作为，也就是他们人力其实已经无法去真正的控制住2个战线的可能性。所以在很多整个作战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它南北不断的去转换重点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突破口，想要造成这个所谓的大范围的控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现象。也就是2个国家来讲都是一样面临一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讲乌俄谈判的时候，里面有个关键就是乌克兰它其实要退让出它无法控制的领土，其实大部分谈的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乌东2省的部分哈，其实应该会这个关键就是乌克兰很难全身而退，说我不割让任何的土地。真正的关键就在于，即便短期的情况之下，乌克兰可以把这边的占领的这个所谓的俄军给驱逐，可是他是没有能力长期稳定的控制，因为整个2国接壤的这个战线实在太广袤了哈。他只要像譬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在另外一边这所谓的扎波罗热跟第聂伯罗这边的前线地区还要撤离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的部队守住了北边，我南边就出现空防了。我南边的这个地方就是部队就不够去守护这个我们一般的那个民众的城镇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都说它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就是你乌克兰总是要确认就是我的实力。我还是不如不要说实力，就是说在军事上，他当然得到了很多这么重大的成果。我认为以乌克兰这么小的国家，它相较于这个俄罗斯是一个小的国家，军事小国，它能够达到这样子，我认为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很多人说他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情况，对，的确战争都不是一个好事，但是他能够坚持至今，他要结束战争，他就去痛下决心，就是我真的如果控制不了的范围，我无法给人民保障承诺的这个范围，我可能就得割让出去。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的泽伦斯基讲的这个所谓的10%。而且现在关键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前线的兵力是不足的问题。对，今天你调到北部、南部就缺了嘛。对，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流动，就是说调来调去，其实你就剩这些人而已了哈。所以我才会说，不管怎样，俄军其实也一样的情况，但是对他来讲，因为乌东2省它已经有一个稳定的，他有去实施行政的一个过程了哈，他甚至在里面还有发动人民的公投，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方，乌克兰如果能够有一个政治的说法，或者说借由这个所谓的和平谈判的情况之下，把这个所谓的控制范围，跟俄罗斯有一个确定的这个结论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现在真正能所谓走完这个最后90%的这个10%，行白路半90%，这10%去把它确定下来之后，我认为对这个战事结束会比较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且我们常常讲说，军事跟外交2个方面来看的话，在军事上面其实对乌方现在是极其不利啊，所以才会赶快的撤离。外交上面也是啊，这个美国提出了15年的安全保证，但是15年的细节到底是什么？本来原先这个乌克兰希望能够争取30到50年，但是就是谈不到嘛，就没有筹码嘛。那现在也看到了俄罗斯的威胁呢，其实不只是乌克兰啊。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啊。这张让大家知道一下俄罗斯它周边的国家，因为特别要点到的是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还有包括波兰哈。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位置哈，因为呢，波兰的国防部次长哈，他最近就表示，说这个要斥资20亿欧元在东部建构一套全新的反无人机的防御系统啊，预计在24个月之内要完工。好，先来看他们的相关位置，因为俄罗斯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接壤的地方哈，乌克兰在这边。俄罗斯这个地方是俄罗斯的飞地哈，为什么大家会提到飞地加里宁格勒？因为现在包括了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也是立陶宛、拉脱维亚跟爱沙尼亚，这3个国家都非常的担心俄罗斯的威胁哈，因为不只是俄罗斯啊，你看南边立陶宛还要担心的是白俄罗斯，波兰也是，波兰呢因为邻近非常的近，所以它当然的威胁感就比起西欧的像德国啦，甚至包括英国啦、法国啦，当然威胁感就更重哈。好，那所以呢，
讲到了除了反无人机这个防御工事以外呢，波兰现在也在跟就是跟刚刚白俄罗斯啊，还有呢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啊这些接壤的边境哈，就在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来建立一个什么呢？要修筑代号叫做东方之盾的实体防御工事。那像他刚刚提到的3小国哈，就是波罗的海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啊，他们也在积极建立这个167国际干道波罗的海之路。这条路呢是从波兰经由直通波罗的海3国，同时临近这个苏瓦乌基走廊，被北约认为是可能在这个冲突当中啊，就是未来的冲突可能会变成关键瓶颈的战略地带。胡老师，我请教哈，因为现在大家在想是，俄罗斯也许有能力，可是俄罗斯的动机在哪里啊？我要特别问的就是，普丁会决定真的要对北约东翼，就是刚刚提到的，他真正会下手的主要考量是什么呢？当然，如果这一次的这个乌东的一个战事哈，俄罗斯可以拿到这个他的一个战果哈，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把乌东给拿下来，然后也确保了早就已经在他手上的克里米亚。那先取得这个黑海，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苏联解体之后，对不对？然后这俄罗斯基本上它等于这个它的海权就被断掉了，因为它有2个地方，一个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黑海，另外一个就是波罗的海哈。那当然，它黑海就透过这一场的乌东战是他已经取得了这个黑海的一个控制权，换句话说，他可以重出黑海。这以前是这个苏联的这个海军的一个重镇嘛，都摆在这边嘛。当然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波罗的海3小国，这个他所扼住的这个俄罗斯往这个波罗的海走的这样的一个通路。不过，如果是普丁这个他继续乘胜追击的话，这个他可能会犯了这个就是说在外交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了。那这个就是说会坐实了整个这个就是说。现在整个北约所指控他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在整个乌东地区这国际社会看这个整个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侵略，你们用的是绥靖政策，那只不过是 encourage 他这个继续的在欧洲去做这个扩张。那我想这个对普丁来讲的话哈，他经过这4年的一个损耗哈，他虽然拿下了这个他战场上面的成果，如果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攻势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乌克兰这个要反攻整个乌东地区是有困难，因为它的这个除了南北战线这个它没办法首尾兼顾之外，还有一个它后勤几乎都被截断了。没错。那所以这个就是说，他现在基本上他只不过是怎么样这个去创造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和谈条件，还有一个泽伦斯基如何的在这场战事结束之后，对不对？他能够有个这个栖身之处啊，因为他如果真的在这个就是说这个乌克兰在举行总统大选的话，那他也应该是会这个交出政权哈。OK， 那就是说现在的这场战事应该是会结束，说结束之后的这个俄罗斯哈会不会如这个一般的这个像很多欧洲的评论讲说他会乘胜，说这个普丁会食髓知味，乘胜追击。不过我们从普丁现在的一个这个做法上来看的话哈，我认为有一个国家才是紧张的哈，就是日本。为什么？因为你看就日本在这一次的这个2025年的年底，中国大陆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正义之剑的这样的一个演习之外，它北边的这个北方四岛，对不对？它马上这个从现在开始的2个月的时间，它几乎。俄罗斯它是埋锅造饭对不对？在那边这个他要去进行一个军事演，这是一个军事演习之外，这个基本上这也是一个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战略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宣示，就是俄罗斯这个除了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在黑海这个地方之外，他要再重新回到远东。对，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冷战之后，虽然我们讲这美国对不对重返亚洲，但基本上我们觉得这句话怪怪的这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这边啊，对不对？真的离开整个东亚的是俄罗斯吧？但俄罗斯现在如果他乌东这边他取得了他的一个成果之外，从普丁现在的一个军事布局的话，他要这个去加强他在整个这个等于是就是鄂霍次克海这边，就北方四岛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对这些岛屿的一个控制。这对日本来讲，他会陷入一个战略困境。为什么？就是说日本在这个过去我们看从近世以来，就是日本在江户时代，他最大最在意的一个威胁就是俄国。
那这个俄国又回来了哈，而且就是说，不止俄国回来了，它的南边的中国大陆给它的一个战略压力是越来越大。它在日本历史上，在近代的日本历史里面，它从来没有遇过的首尾两端同时受敌，而且这两个敌是很大的国家，而且都是核武大国哈。对，所以这个才是日本的一个麻烦了。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讲哈，现在最不想乌东战事停下来的国家是谁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哈，高市早苗他才不希望你乌东战事停下来，你最好把俄国困在你乌东。所以如果我们从俄罗斯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其实现在对于欧洲这边的压力的话，是希望透过军事上的威胁去创造自己在外交上谈判的空间。那何老师刚才点到一个重点，就是呢，其实现在要担心的恐怕不是欧洲这些国家，而应该是东亚的日本。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